速通委内瑞拉只是一个开始，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谁？1月3日凌晨，美国的绝对决心行动彻底结束与委内瑞拉的冲突。现在的马杜罗估计正对着墙壁反思人生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马杜罗的倒台只是特朗普计划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美国将对西半球进行大清场，或许还有伊朗与丹麦。火力军估计，美国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古巴，双方之间是长期对立的关系。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外交制裁。特朗普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明确讲到古巴政府对美国的敌视，直言古巴政府将要垮台。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是地地道道的古巴裔，长期对古巴持非常强硬的态度。对他来说，推翻哈瓦那政权不仅是政治任务，更是家族使命。现在卢比奥已经放话了，在马杜罗被捕前，古巴官员还在给他当保镖，这笔账得算。就军事实力而言，古巴还不如委内瑞拉。在2025全球火力指数中，委内瑞拉好歹是第50名，拥有拉美地区最先进的战斗机群之一，包括俄制苏30 Mk2 和美制 F16，防空系统也还行，有 S300VM， 如果不是跟美国打，也不至于躺得那么快。相比之下，古巴就有点惨了，还在第67位。没办法，因为长期制裁且缺乏资金，古巴很少购买新装备，主要依靠对现有旧装备进行魔改，比如将坦克炮塔安装在卡车底盘。陆军主力是 T55、T62， 空军只有极少数的米格29和米格23仍在服役，制空能力远弱于委内瑞拉，防空就更别提了，象征性存在。唯一能拿得出手也就军队的稳定性、渗透能力和长久耐战力，只是面对美军的逮捕战术起不到一点作用。当然，如果美国想对古巴动手，压根就不需要实施军事行动，加大制裁就行了。以前古巴的石油基本靠委内瑞拉供着，马杜罗一倒，古巴也傻眼了，供货商被抓走，能源命脉直接断了。现在的古巴正处于苏联解体以来最惨的能源危机中，美国只需要把石油隔离政策执行到底，古巴就只能举白旗。在拉美这边，美国还可能对哥伦比亚动手，这对昔日的拉美最佳搭档现在已经快要兵戎相见了。哥伦比亚现在的总统佩特罗跟特朗普八字不合，佩特罗拒绝美军飞机降落驱逐移民，特朗普直接在推特上开骂。当记者问特朗普会不会对哥伦比亚动武时，他那句这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，估计让佩特罗出了一身冷汗。不过哥伦比亚的实力比委内瑞拉好了一点，排在第46名，只是就这一点进步不够用啊。在空中力量方面，哥伦比亚主打空中机动与低空打击，主力战机是老旧的鹰狮，虽然经过升级可携带先进导弹，但机体老化严重，制空能力还不如苏30，也就直升机多，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黑鹰直升机机队之一。在复杂地形中，空中机动能力、突勤和后勤保障能力比委内瑞拉强，这一点火力军也能理解。哥伦比亚陆军是世界上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部队之一，在过去几十年里玩的都是游击队，其反渗透、特种作战和丛林战能力强。至于空军的制空能力完全派不上用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空军发展成这样也无可厚非。只是就跟古巴一样，哥伦比亚的防空实力极其薄弱，面对美军同样的战术根本无力抵抗。不过有了委内瑞拉这个前车之鉴，哥伦比亚坚持的时间大概率会长一点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危险就追不上我。除了拉美，中东的伊朗与欧洲的丹麦也有点危险。特朗普这是在为大国竞争做准备。英国卫报报道称，继委内瑞拉之后，伊朗和丹麦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。说实话，伊朗现在应该是最头疼的。以前美伊博弈都在中东那块折腾，结果现在火烧到了加勒比海。这些年，伊朗为了规避制裁，跟俄罗斯一样，搞了一支庞大的影子油轮舰队，通过伪装信号公海换货，给拉美送石油。结果呢，2025年底，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在加勒比海搞了一个让伊朗破防的操作。那个号称长期运送伊朗原油的船长号大型油轮被美军强行扣押，这就是美国南方之矛行动的警告。在我的地盘，你那点生意做不下去，既然拆了支点，干脆连老家也给拆了。2025年6月，美伊联军已经对伊朗核设施搞过一次12天大礼包了。现在华盛顿正在商量2026年的第2次拆迁计划。之前以色列表示，伊朗弹道导弹月产量可能达到3000枚，这还只是已经爆出来的，没爆出来的或许还有核设施。所以美国对伊朗有想法，火力军并不意外。就实力来说，伊朗要比委内瑞拉、古巴以及哥伦比亚强得多。在2025年全球火力指数中，伊朗排在第16名，空军机型庞杂且老化， F14、F4、米格29都有。近几年多了俄制苏35，算是缓了一口气。防空也可圈可点，防空网非常密集，拥有大量国产系统，并在实战中击落过美军全球鹰无人机。不过伊朗的重点还是导弹，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导弹库，
如果美国要对付伊朗的话，大概率还是 B2 出动。至于类似委内瑞拉的逮捕战术，稍微有些困难，需要跑到莫斯科。伊朗最近太乱了。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情报报道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为极端情况下的撤离德黑兰做好准备，目的地就是俄罗斯。当然，对于美国来说，伊朗乱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不需要什么军事行动，能重回那个美伊交好时代，那就更好了。至于对付丹麦，那就是格陵兰岛问题了。2026年1月4日，也就是马杜罗被抓后的第二天，美国白宫办公室副主任斯蒂芬·米勒的妻子凯蒂·米勒在网上发了一张覆盖美国国旗的格陵兰岛地图，配文是很快到来。这哪是发动态呀，这是领土宣誓。丹麦在那边抗议的嗓子都哑了。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却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：我绝对需要格陵兰岛，因为我不能让它被中俄舰船包围。目前美国大亨罗纳德·劳德已经在格陵兰岛投资了大型水电项目和稀土矿产。讲道理，这就叫先买票后上车。美国看中的是格陵兰岛的咽喉位置，控制了这儿，俄罗斯北海舰队南下的路就彻底堵死了。只是美国和丹麦都是北约成员国，军事冲突大概率是不会出现了。格陵兰岛的最终结果如何还不好说。就火力军来说，相比较伊朗和丹麦，美国对古巴和哥伦比亚出手的可能性更大。特朗普的目的是把部署在全球的资源撤回来，集中砸在后院，把所有不稳定因素、中俄的眼线、伊朗的船队通通清理干净。等后院稳了，他才能腾出手来，在全球其他战略点上发动真正的反驳。对于马杜罗来说，他的戏份已经杀青了，但对于古巴和哥伦比亚来说，惊悚片才刚刚开始。现在的西半球已经成为一个大型的清算现场。大家觉得在2026年，谁会是第二个坐上美军直升机的总统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